儿战死边关，家里断粮3天，他爹只是拿了一口活命粮，求您饶他一命吧。抢夺军粮，按军令重罚，军杖50。工作没了，对象走了，房子也要没了。秦浪啊秦浪，你这26年过得可真是憋屈。检测目标秦浪，执念评估极浅，判定为最佳承载者。跨界返回程序激活，穿越异界，达成返回条件即可归来，并继承亿万资产。返回条件：诈骗都卷成这样了，放下执念，认同此事使命。醒了，醒了也老实待着。一个被贬流放的罪官，蹦跶不了几天了。好家伙，穿越居然是真的，还穿成了一个刚被贬官流放的倒霉蛋。当前执念值99%。你说放下执念就能回去改变人生，继承那笔资产，这简单啊！我对这地方没有一点留恋。当前执念值99%。提示：你这份急着逃离的念头，本身就是最重的执念，越想走，越走不了。糟了，所以我越想回家就越回不去，这是什么死循环？这是别人的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看着一个老人为一口救命粮就这么被打死，这执念我放不下。住手！这一仗打下去，你们在场的一个都担待不起。我只问一句，前线的军粮是被谁克扣的？放肆！你一个流放罪官，也敢妄议军务，阻拦行刑？军令上写着抢军粮者重罚，可从没写过克扣军粮者无罪。要罚，就先去查那个把将士的军粮换成自己腰包里银子的。放肆！军粮亏空，自有上头查办。几时轮到你一个罪官智慧？你再次妖言惑众，煽动民心，是想跟着这老贼一并问罪吗？大人若觉得我信口雌黄，大可不必与我争辩，只管将此案卷宗连同边军军粮亏空的账目一并申报郡守定夺，一查到底。大人，这囚犯是从京城贬下来的秦浪，听说当初是得罪了京里的大人物才被贬的，背后的水深着呢。这村口人多眼杂，万一闹大捅到郡守那儿，怕是不好收场。罢了，念在灾年从轻发落，暂且收押，听候郡守发落。其余人等都散了，散了。好险，光靠几句律法条文和道理就把这老人家保了下来，还得多亏这具身体的原主背了那一整部大法律，倒便宜了我。检测到宿主主动行义，执念值微降98%，还真给我降了一个底。合着，越是向着这地方的人，这执念值反倒越降，离回家越近。我算是看出点门道了。这系统认的是我心里，是不是真把这世界里的人当回事？系统任务更新，可这就成了个死结了。我要想回家，就得真心实意的认同这个世界，放下逃离的念头。可我一旦真把这当成了家，放不下了，那我不就更舍不得走，更走不了了吗？绕来绕去，这系统根本就是在拿我寻开心啊！掌院，方才那囚犯便是从京城贬来清远郡的秦浪，没想到他一个待家的罪官，竟还有这般见识与胆义，3言2语就把那带头小队长降住了。寻常人遭贬，不是怨天尤人，就是自暴自弃，恨不得缩起来苟活。这样的人，他却在囚车里，还维护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人，派人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我要看他是真有风度，还是装样子。秦大人，您的贬谪文书，喏，这破衙门往后就归您了，您且好好高升吧。提刑司副使，听着像那么回事，其实就是个没人要的冷板凳，管的还都是没人愿意碰的陈年积案。得，从堂堂京官混成看破门的了，可算把新任的大人给盼来了。小的江辰在这提刑司当差10来年了，大人您可千万别嫌这地方寒碜。这些年啊，就小的一个人守着，连个正经说话的人都没有。走吧。好家伙，这么多卷宗，都堆到房梁了。
大人有所不知，这些都是这些年积压下来，没人敢审，也没人愿审的旧案，有的拖了3、5年，有的拖了10来年喽。苦主们一开始还来哭来闹，告了几回状告不动，慢慢的也就认命了，不来了。真相被层层积压，正义被无视，这些原本属于民众的卷宗，却成了无法投递的诉求。更有甚者，是非被颠倒，真正的真相被掩埋在黄土之下。江晨，这么多冤案积压着，为什么一直没人审？大人，不是没人审，是审不了，不敢审啊。这些案子10有8九都牵扯到本地的豪强大户，尤其是郡里的通判孙茂德。孙茂德，他上头有人，是京城武安王一系的，谁敢碰他孙家的人，谁就别想在这清远州安生待下去。前几任副使，要么睁只眼闭只眼装聋作哑，要么没等坐热板凳就赶紧请调走了，这衙门才慌成这样啊。江晨，从今天起，这些积案咱们一桩一桩重新审。大人，万万不可呀！您这刚到任，人生地不熟的，那孙通判他心狠手辣，您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怕什么？咱们办案依的是大华律，凭的是真凭实据，又不是看哪个权贵的脸色行事。他孙茂德要是身正不怕影子斜，那是我冤枉了他；他要是真有罪证，那便是天王老子也保不住他。成，大人您都不怕，小的便跟着您干了。这破衙门冷清了10来年，也是该热闹热闹。先从这一桩查起，卷宗、苦主、涉案人一个都别漏。是，小的这就把相关卷宗都找出来。坏了，大人，您昨夜要的近5年清远郡的田产纠纷案卷，连同对应的税赋、田契过户账目，老身都已分门别类整理出来了。整理得很细致，比我想的省事多了。这些账目盘根错节，你早就看过了？看过，不止看过，老身把它们记在心里，整整5年。只是这5年里，一直没能等到一个感动他们的人。您现在知道这水有多深了吧？孙通判背后有京城武安王撑腰，不是善茬。前几任查账的官，不是被调走，就是吓得告病辞官，没一个有好下场。低价强买民田，罗织罪名构陷，勾结商号洗赃装贱贱。孙茂德啊，孙茂德，你这条藏在郡衙里的硕鼠，仓里囤的米可真够肥的。大人，您当真要查孙茂德？怎么，你也来劝我别查？20年前，我爹也是清远郡捕头，查豪强害并案时被反咬一扣上渎职枉法的罪名，含冤而死，连清白都没留下。这20年，我守在这破衙门里，装聋作哑，忍气吞声，就为了等一个敢动真格、敢碰这些硕鼠的上司。大人，您要是真敢查到底，我董立新这条命，连同这一身查案的本事，从今往后都是您的。好，今天咱们就办他一桩惊动全郡的大案。你带可靠的人，暗中走访苦主，搜集人证物证。韩非官，账目证据再核对3遍，做到铁证如山。江晨，你机灵，盯紧孙府的一举一动。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咱们靠的是证据和大华律，不是私刑，更不是屈打成招。查案的过程里，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真凶。哟，秦副使，新官上任，不在你那提刑司清顶你那些发霉的陈年旧卷，怎么有空跑到本官府上来了？所谓何事啊？例行公务。下官近日重审几桩积压的田产旧案，查到其中几桩牵涉通判名下的几家商号，特来通判配合，说明一二。本官日理万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怕是早记不清喽。秦副使，你说说看。下官帮通判好好回忆回忆。3年前，城东李氏寡妇名下2亩上好的水田，被人安了个私通匪类的罪名，由官府查抄。可这地查抄之后，转头就以市价30%的折价卖给了一家叫风玉号的商号，而这风玉号的东家恰好是通判您的妻弟。再说2年前，城西的王货郎被诬偷盗官银，下了大狱，关了大半年。他家祖传的30亩桑田，同样以折价卖给了广丰号。这广丰号的东家是通判府上的门客。秦浪，空口无凭，你凭一面之词就想攀污本官，你可知诬告朝廷命官是什么罪名？巧了，下官这里还有别的东西。强买民田，官商分赃，孙通判，这些铁证，您打算怎么跟朝廷交代？来人！秦副使他太过劳累，神志不清，在此胡言乱语。来人，请秦副使回去歇着。
提刑司办案，孙茂德，你当众阻挠查案，意图加害朝廷命官，这是要在你那一堆罪状上再添一条行凶拒捕吗？肃静！提刑司副使秦浪呈报孙茂德强买民田、构陷良民、官商勾结一案，今日当堂问审。孙茂德，你可认罪？大人明鉴，这都是秦浪挟私报复、伪造证据、血口喷人、贪污下官啊！大人，求您给草民做主。3年前，孙父给我安了个私通匪类的罪名，强抢我家祖传20亩水田，我丈夫为这冤屈活活气死。我告了3年，衙门却一次次把我赶出来，没人敢管啊！还有我那30亩祖传桑田被他们诬陷偷盗官银后强占，我被关了大半年，出来时地没了，家也散了。大人，求您为草民做主啊！人证、物证、账目俱全，时间、地点、银钱去向分毫不差，互为印证。孙茂德，铁证如山，你还要狡辩吗？我认罪。孙茂德身为朝廷命官，却强买民田、罗织罪名、构陷良民、勾结商户、贪墨枉法，证据确凿，公认不讳。即刻革去孙茂德一切官职，以大化律收押大牢，所有罪证连同案卷一并上报朝廷，听候朝廷发落。其历年强占之田产、侵吞之财，悉数查抄，归还各家原主。老人家，您别这样，快坐下休息。这不是我秦浪的恩赐，这本就是大华律该还给你们的公道。我只是把这迟到了几年的公道给你们送回来罢了。执念值下降至95%，又降了。我本来还想着把孙茂德这一系的权贵得罪狠了，好让他们把我赶走回家。结果倒好，案子办成了，民心也聚拢，离回家的条件是近了那么一点点。可这肯为民做主的好官的名声，怕是要把我更深地钉在这清远中了。这个秦浪比我先前想的还要有意思得多，一个被贬的孤臣竟有这般手段与心性，是时候亲自会一会他。大人，外头来了位贵客，那气派，那身边的护卫，小的活了大半辈子，从没见过，点名要见您。这位姑娘登门所谓何事？不知如何称呼？枢密院，温婉。秦副使，从流放途中隔着囚车救下抢粮老兵，到一举扳倒盘踞清远州多年的孙茂德，你这一桩桩做的都很漂亮，本院看着颇为意外。掌院过誉了，下官不过是依律办案，当不起漂亮二字。依律办案，我倒觉得秦副使你不像是在依律办案，更像是巴不得把事情闹大，巴不得把这清远郡的权贵，连同他们背后经理的人，统统得罪个干净。寻常人遭了贬谪，避祸都来不及，恨不得缩起来装死，你却偏偏要往那刀山火海里一头扎进去。秦浪，你到底图什么？掌院明鉴，下官出身寒门，当初就是因为一封直言的奏折得罪了经理的权贵，才落得个流放被贬的下场。既然把我抛到了清远郡这里，总不能浑浑噩噩吧？能为这一方含冤的百姓做几件实事，这官当的还有点意思。好一个当的还有点意思罢了。你心里那点弯弯绕绕，本院暂且不去深究。实不相瞒，本院此次南下，并非偶然路过，我是查一桩无人敢碰的大案，边军的军粮，前线将士苦不堪言。近来已接连酿出数起边军哗变，这案子盘根错节，贪腐链从地方迁到京中权贵，寻常官员不是不敢碰，就是早已同流合污。本院需要一个收买不了，又真有本事查案的人。秦副使，你查办孙茂德的手段
本院都看在眼里，这件事你可愿接？军粮被贮空，前线将士受尽苦楚，这种事本就该有人管。长院信得过下官，这桩军粮案下官接了。执念值下降至94%。好，我会在清远州留下一条隐秘的联络暗线，你查到任何线索，可凭此与我接洽。切记此案凶险异常，你万事都要小心。秦大人，求您一定要收下这个。家父是边军的监粮官，他查到有人连年克扣倒卖边军的军粮，数额巨大，所有的账目证据都在这卷遗书上了。可他还没来得及呈报上去，就被人灭口了。临终前，他把这个交给我，让我一定送到一个清官手里。他们不想让这卷遗书见光。我打听到清远郡的秦大人，便赌这一把。求大人为我爹，为前线那10万将士讨个公道。克扣的军粮数额触目惊心，这哪里是寻常的贪墨，这是要前线10万将士的命。怪不得边关连年哗变，问题原来全在这条贪腐的链子上。温长院要查的军粮案源头和铁证，恐怕就在这卷遗书里了。大人，这卷遗书牵扯的已经远不是孙茂德这种地方上的蠹虫了，这上头的名字一层压着一层，从边军到地方，再到京城的那粮道转运，最顶上那只手怕是武安王。上谕：边军军粮一案，事涉军机，非地方衙门可擅专。逐清远郡提刑司即刻停止追查，所有相关人犯证物，限3日内悉数封存上缴。敢问这位大人，这道略令停查、封存证物的公文，可曾经过枢密院合议？你什么意思？军粮一案，干系前线10万将士的生死存亡，此等军国要案，当由枢密院会同大理寺共同督办，岂是凭一道来路不明又无枢密院联署的公文就能说停就停的？大人，你这道上谕到底是哪位的意思？这是朝廷的意思，你照办便是，哪来这么多废话？我抗的不是朝廷，是有人想隐瞒什么，假借军机之名，要行那掩盖弊案、残害忠良的勾当。检测到宿主以证据与程序对抗压案强权，执念值下降至92%。不是我非要跟京里的人作对，是这背后那10万条人命，让我不能把这件事就这么算了。一个被本王亲手贬到天边的9品蝼蚁，竟接二连三地挑衅本王，还敢把手伸到军粮上来了。清远郡看来是容不下这尊青天了。太皇太后的寿宴将近了吧？备一份厚礼送给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秦副使，好好谢一谢他。大人，这进京的卷宗已经递上去了，可这京城遍地都是武安王的人，咱们还是早点办完事儿回清远郡稳妥。不急，来都来了，看看这京城的热闹。是在下莽撞，冲撞了姑娘。姑娘可有摔着？没有。那便好，在下还有要事，先行一步，告辞。秦浪，大人您瞧，这满殿的宾客，好些个都是武安王一系的人，咱们一个外来的，却被安排在这么显眼的席位上，小的这心里直发毛。不出所料，军粮案戳中他们的要害，这场寿宴就是鸿门宴。待会儿你留个心眼儿，没我的示意，一口食物都别碰。哀家近来常听人提起，说清远郡新来了位秦副使，是个难得的能臣干连，哀家心里甚是欣慰啊。来人，给秦副官斟上一杯御酒。江晨，
老夫行医50载，此乃宫中奇毒七绝散，药性诡劣，老夫束手无策。小哥至多只剩3日了，二位还是早做打算吧。他不过是个伺候我的老吏，却毫不犹豫替我饮下那杯毒酒。我若救不了他，这辈子都不会心安。是你，白日里街上那位姑娘。没想到吧，白天撞了我道个歉就走的人，晚上我倒寻上门来了。七绝散是吧？这毒，寻常郎中确实束手无策。你认得此毒？你有办法救他？你是何人？江湖上管我们这一脉叫玄隐门，说我们是专研医毒的歪门邪道，避之不及。这毒也并非无解，但解药引子藏在机关重重的天机阁。天机阁在何处？我去。为一个下人搭上命，值得吗？他不是下人，是替我挡毒舍命的兄弟，我非救不可。再说，江湖人视玄隐门为歪门邪道，避如蛇蝎。可你深夜冒险报信指点解药，分明是救人的善事。在我眼里，肯救人就是医者仁心，不是歪门邪道。天机阁是上古玄天道留下的传承之地，100年来无数高手有去无回，里面的考验靠的不是修为蛮力，而是人的心性。像你这样的怪人，或许还真能进得去。请姑娘带我去，哪怕九死一生，我也要为她闯这一回。好，我带你去。至于结果，就看你自己的造化。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阁中看人心不看修为，所见所历皆是幻象，守住本心便好。守住本心，我记下了。此为天机阁第1关心障，阵法以心念为根基，心有杂念、犹豫不前之人，将被阵法永久禁锢。杂念？我心里头最大的杂念，可不就是那个挥之不去的想回家吗？难道是他在作祟，困住了我？我一直嘴上念着想回家，这世界与我无关，可不知不觉间，我已经为这里的人做了这么多。江辰为我中毒，我此刻根本没想过什么回家，我只想救他。原来我的心早就不只装着回家了，这些人、这些事、这片土地，早就在我不知不觉间成了我放不下的牵挂。后生，你心怀牵挂，舍己为人，这第1关心障你过了，难得难得。晚辈秦浪为救一位以命相护的友人而来，斗胆求天机阁的解毒之意。我玄天道的传承讲的不是神通法术，而是正气、道义。玄天传承为重正气、道义，你行善守心，契合道统，足以承接传承。只是要得这传承与解药，你还需再过最后1关。检测到宿主通过心障之事，执念值85%，前方为最终之事，请前辈指点。最后1关为舍得之事，我且问你，凭本心作答，若只能在立刻回归原世，与救下以命相护的友人中择取一，你当如何抉择？选择回家吧，那是你穿越2年来最深的执念。不过萍水相逢的下人，值得你放弃一切，放弃归途吗？刚穿越时，我心里只想着回家。这段日子，我无时无刻不想回去。可一路走来，我才慢慢想通一件事：江辰为我引毒，毫不犹豫。我若弃他求生，纵有家财万贯，也是个懦夫小人。这样的回家，宁可不要。所以，我选救他。好，为救一人，甘愿舍弃自己魂牵梦绕、求之不得的归途，此等心性，此等仁德，配得上我玄天道倾囊相授的传承。此药引可解七绝散，拿去救你的友人吧。切记，我玄天道之力，只可护佑苍生，绝不可滥用害无辜。晚辈秦浪，谨记前辈教诲，此生绝不敢忘。宿主舍弃归途执念，通过舍得之事获玄天道传承，执念值大幅下降至78%。放下回家的执念，反倒更接近此事的回归条件。世间道理真是奇妙。
大人，你可算回来了！江真他就剩一口气了，再晚一步就……大人，你怎么亲自为了奴才这条贱命？少说废话！你替我当救我逼救你性命，何苦逞强？再有下次，绝不轻饶！能还大人无恙，太值了！活了，江晨兄弟，他活过来了，太好了！饶姑娘，多谢你深夜报信引路，又好内力助我解毒，救命之恩，秦浪铭记在心。我帮你另有缘由，实则想瞧瞧百年难入的天机阁，你能否闯过？不曾想你不仅顺利进出，还获玄天道传承。秦浪，你异于寻常官吏，旁人对玄隐门要么围剿，要么避嫌，唯独你待我如常人，愿意我当个寻常人看。比起那些嘴上仁义、背地里龌龊的官员，你行事才算堂堂正正。军粮案，你查得太深了。寿宴杯毒酒只是警告，武安王那张网不会放过你，往后你只会更凶险。我知道，可遗书在我手里，10万将士的冤我不能不管，该来的总会来。你这人明知是火坑，还非要往里跳。算了，以后真有难处，就去城南醉仙楼后巷，给我留个记号。执念值77%。这回家的路到底是近了还是远了？果然，这军粮亏空的源头比我先前查到的还要深，还要触目惊心。这条贪腐的链子，从边军的监粮官到地方的转运，再到京中的粮道，一层咬着一层，而最顶端那只手，直通武安王一系。寿宴上那杯下了7绝散的毒酒，就是他们给我的回礼与警告。你明知此事风波险恶，为何还要把遗书交我，连累自身身陷险境？因为这案子，光凭我一个清远郡的9品小官查得动线索，却搬不倒那座靠山。这份遗书得交由可靠之人送到真正该看见他的人手上。张燕，你信得过我，肯要案托付于我，我也信得过你的风骨。这卷遗书，我会拼尽全力，想方设法呈到那个该呈的人面前。但你要记住，从今往后，你秦浪的名字就被钉死在了武安王的眼中钉肉中刺的位置上，他绝不会再只用一杯毒酒来警告你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手里有铁证，有大华律，还有一群豁得出性命的好兄弟。他武安王若真要来，那我便陪他把这盘棋下到底。秦浪，我原以为你不过是个有几分胆色又心存私逆的孤臣，可如今看来，你心里头装着的是这天下黎民的公道。有你这样的人在，是社稷之幸，百姓之福。王爷，那秦浪软硬不吃，油盐不进，寿宴上的毒酒被他那不要命的下属挡了，如今又把那卷遗书给捅了出去，此人留着已是心腹大患啊！一个被本王亲手贬到天边，本以为这辈子再无翻身之日的9品蝼蚁，竟一步一步爬到了本王的眼前，还敢撼动本王的根基，看来是本王从一开始就太小瞧他了。传令下去，本王要让这个不知死活的秦浪亲眼看看，与本王为敌究竟是个什么下场。大人，您可算平安回来了。大人，往后不管是多大的风浪，俺们弟兄几个都跟您一块扛。我川转来的第一天，满心满眼都只想着怎么回家，觉得这世界的一切都与我无关。可一路走来，我守着亲手盘活的衙门，把命交给我的兄弟，信赖我的百姓，还有遗书里蒙冤的10万将士，成了我心里再也放不下的东西。执念值75%。宿主，你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一心只想逃离的人了。山雨欲来啊，武安王，你要来便来吧，这盘棋我接了。清远郡提刑司副使秦浪听调，念你查案有功，朝廷特擢你入京，任大理寺司职，即刻起升，不得延误。大人，大理寺司职是京官，品级比这提刑司副司高了2级，这是升迁啊。可这调令来得这么急，这么巧，把我从清远郡这块地界调到京城武安王的眼皮子底下，关进笼子里看着。这哪是什么升迁，这分明是把您往火坑里掉。京城那地界遍地都是武安王的耳目，那不是羊入虎口吗？依俺看，咱们不去，继续守着咱这清远州。不去，朝廷一纸调令，我抗调不遵，那不正好给了武安王一个由头，他就能名正言顺的把我下狱问罪。咱们这点人，
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再说，那卷以命相托的遗书，我已经亲手交到了温掌院手里。武安王想把我调进京，关进他的眼皮子底下盯着，但他不知这反倒顺了我的心意。他想监视我，我正好顺势深挖，抹清他盘踞朝堂10载的势力脉络，此乃将计就计。但丑话我得说在前头，京城凶险，远胜清远郡10倍。此去是真真正正的龙潭虎穴，你们几个跟着我有去无回，要留下的我绝不勉强。清远郡这一摊子刚理顺的案子，也正需要可靠的人。20年前我没能护住我爹，但现在我就想跟着大人您做一个爱护百姓的人。账目文书卷宗，证据归档。京城内等破劫的大案，比清远州更离不得人。我随大人进京。那还有啥好说的？俺也去，俺这一身蛮力，别的不行，给大人挡刀绝对管用。小的更是哪儿都不去，就铁了心跟着大人。大人走到哪儿，小的就跟到哪儿。大人，您看这满街，瞧着咱们的眼神没一个善茬。这京城比清远郡凶险10倍啊！意料之中，武安王把我调进京，就是要把我放在眼皮子底下盯着。这一道道目光，便是他给我的下马威。无妨，咱们既来之，则安之。这位就是在清远郡搅起好大风浪的秦思直吧？年轻有为，年轻有为啊！下官秦浪参见陛下，参见王爷。秦思直在清远郡拿下孙茂德紧盯军粮案，案子没办完就升任回京，心里可有什么不痛快的地方啊？王爷说笑了，蒙朝廷提拔入京已是龙恩，岂敢心存不满？陛下，老臣有本要奏。秦思直早年与玄隐门来往甚密，出身恐怕不清。此等结交江湖异类之人，担任大理寺要职，老臣以为不妥，请陛下三思。这位大人，怕是道听途说，误会的杜青。玄隐门并非邪道，而是避世隐医，精研医理和解毒。下官查案时受其相助，曾解其毒，救回一命。下官倒想请教大人，是这救死扶伤、解毒活人的医者不妥呢，还是大人您听不得救人二字？清远郡的军粮案查得好，方才那句话，这位陛下真只是个摆设吗？什么人？秦大人莫惊，属下奉主子之命，请大人移步城西废院一叙。是他，那位昏聩的陛下，深印密诏，看来我猜对了。秦浪，你可知朕为何要深夜如此隐秘地召你前来？陛下金殿上那句极轻的查得好，下官铭记。陛下绝非满朝文武所见的那般昏聩。10年，朕装了10年昏聩，装到满朝文武认定朕是扶不起的傀儡，装到武安王都懒得再防朕一分。朕登基时尚且年幼，托孤重臣不到3年，皆被武安王或收买或构陷致死。朕亲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没了，朕只能装傻装弱，装得一无是处。只有这样，武安王才肯放心。你秦浪出身寒门，无党无派，武安王找不到你的软肋。你查案只认大华律，只认人证物证，不认权势人情。满朝上下，只有你这一把刀，武安握不住，也折不断。朕要与你联手，你明处查案，朕暗处为你递刀扫杖兜底。这盘死棋，朕要与你君臣合谋，把他走活。秦浪，你可愿陪朕赌这一把？陛下信得过下官，是下官的荣幸。这案子，这局，下官接了。好，朕没看错你。宿主与帝结盟，主动担起更大之责，执念值72%。遗书我已送交朝中贤臣，奈何武安王党羽盘踞，军粮大案屡屡被搁置。眼下你身处刀尖，武安王暗地里养了9门死士，凶险万分。9门，万事留心，他不便明着加害，9门刺客伺机而动，多加戒备才可保命。大人，小心，这巷子不对劲儿，前后都有人堵上了，这是设好的局。秦思直，这京城的夜路呀，走多了可是要出事的。识相的就把你查的那些东西留下吧。大人，俺来了！哪个不长眼的瘪犊子敢动俺家大人？都给俺站住！
这些人下手狠，不是寻常打手，配合这么紧，是死士。武安王手里果然养着暗兵。京城重地，胆敢行凶，撤！来得这么巧，是温掌院的安排。京城这张网里不止藏着刀，也藏着人。大人，您看这短刃的形制，还有刃口上这淬毒的手法，它与3年前京城一桩粮道官员离奇暴毙的旧案中仵作验出的致人死命的手法一模一样。那桩被草草定为暴病身亡结了案的旧案，实则是九门下的毒手做的灭口，而那个不明不白死掉的粮道官员，正是当年经手边军粮转运的一个关键人物。大人请看卷宗，他一死，这条经手军粮的线就凭空断了。如今想来，定是有人怕他把军粮的真正去向捅出去，才痛下杀手。边军的军粮被层层克扣，暗中调买，这中间必然有一个专门负责平账，把那巨大亏空在账官面上做得天衣无缝的人。这个人位置不能太高，太高形势招摇，容易引人注目；也不能太低，太低根本够不着那些核心账目。他必是一个身居中层却又极不起眼的关键人物。韩飞官，你立刻去查这3年里京城粮道衙门哪个官员官升得最快，家底涨得最离谱，可平日里行事又最是低调，不显山不漏水。我这就去核对历年的官员考评文书，与他们名下田产、宅院的过户记录，一查便知分量。大人，这般大张旗鼓的查，会不会打草惊蛇，反倒让那藏在暗处的人有了防备？不会，咱们查的都是吏部的官员考评，官府的田宅过户档案，这些都是明面上合规合法的记录，任谁也挑不出半分错处。这叫顺藤摸瓜，神不知鬼不觉。大人，查到了，粮道衙门有个叫钱通的主簿，3年前他还不过是个连品级都靠后的9品小吏，可如今短短3年，竟已是从6品的粮道副使了，连升4级。何止这3年里，他在京城内外置办了整整3处宅院，上百亩上好的良田。可下官核对过他的俸禄，他那点俸银，莫说置办这份家业，便是养活这其中1处宅子的下人都捉襟见肘。这中间的亏空从何而来，不言自明。钱通就是他了，他就是那个替武安王一席把军粮的巨大亏空在账面上做平抹净的账房先生。拿下他，军粮弊案这条断了3年的线就能重新接上。可大人，他既是武安王的人，身边必有9门的死士，暗中贴身保护，要拿他只怕不易，稍有不慎，又是打草惊蛇。即刻秘密送往枢密院，交给温掌院。拿钱通，绝不能鲁莽硬来，得师出有名，证据确凿。要让武安王纵想保他，也无从下手，保无可保。我已请温掌院以枢密院例行核查军粮账目的名义，正式传唤钱通前去问话。与此同时，我大理寺便以重启复查那桩3年前粮道官员暴毙旧案为由，名正言顺地同步介入。枢密院查账在前，大理寺查案在后。这么一夹，他钱通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插翅难逃。钱副使，这是近3年来边军军粮转运的总账。本院核对之时，发现有10几处数目对不上的地方。今日请你来，便是想当面听你说说清楚。掌院明鉴，下官不过是奉上头的吩咐，照章办事罢了。这军粮转运的账目，经手的衙门官员何其之多，层层流转，下官也只是其中一环，有些地方实在是一知半解啊！一知半解，那就看看这份红气。照章办事，钱副使，这是你3年来名下3处宅院、上百亩田的过户红气，本官来替你算一笔账。以你1年的俸禄，莫说这3处宅院，便是买下其中1间柴房，只怕都要不吃不喝攒上10年。这多出来的钱从哪来的？你倒是也照章跟我们说说清楚。还有，3年前粮道官员吴有德暴病身亡，此案我大理寺已重启复查，仵作重新验看，查出他并非病死，而是死于一种9门传用的淬毒手法。而你钱通恰恰就在他死后顶替了他的职务。
从此平步青云，连升4级。吴有德的死，你的骤然高升，这对不上的账目，这来路不明的家产，这一桩桩一件件串在一起，你说该当何罪？不是我，人不是我杀的，那真的不关我的事啊。那是谁？钱通，你不过是被人推到台前，替人屏障背锅，又随时可以被灭口丢卒保躯的一枚棋子罢了。你心里比谁都清楚，真到了要弃车保帅的那一天，武安王一系会怎么处置你这个知道的太多的账房先生？吴有德的下场，就是你的前车之鉴。钱通，本官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把你知道的军粮究竟被谁克扣，那天大的亏空是如何在账面上做平的，那一笔笔克扣下来的银钱，最后又流进了谁的口袋？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写下来。大华律从来宽待真心悔过、检举立功之人，是替人顶罪，不明不白地做那弃子，还是戴罪立功，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你自己选。我说，我都说，这笔账，军粮的亏空一笔一笔，最后都被做平，填到了一个你们怎么也想不到的地方。这些被克扣的军粮，倒卖的银钱，竟有大半都被秘密的调往了渝州方向，而且3年来源源不断，从未停过。渝州，一个地处偏远的州郡，武安王要这么多秘密调运去的粮食和银钱做什么？克扣10万将士的军粮，害死经手的官员，动用9门死士护送。他在渝州究竟藏着一桩什么样见不得光的惊天大事？宿主揭开更深一层弊案，执念值68%。张燕，我原以为军粮弊案已是天大的事，可现在看来，它恐怕只是冰山一角。渝州那条线，我必须亲自去查个水落石出。大人，求大人救救渝州！求大人救救渝州！20万快要活不下去的百姓啊！渝州大旱，大人有所不知啊，渝州本是鱼米之乡，三江在此汇流，水量充沛，千百年来从没缺过水。可这3年上游的来水一年比一年少，到了今年竟彻底断了流，天地开裂的能塞进拳头，庄稼颗粒无收，20万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快啃光了。天灾3年之间，上游来水逐年递减，直至彻底断流。江辰，你觉得这像是天灾吗？大人的意思是，这水不是天旱断的，是被人生生劫走的。三江汇流之地会无缘于无故断流整整3年，除非有人在那上游动了天大的手脚，筑坝、改道、截流，把那本该奔流向渝州灌溉20万人活命良田的水生生劫走，引向了别处。钱通招认，那些被克扣倒卖的军粮和银钱，大半都被秘密调往了渝州方向。军粮、银钱，还有这被生生截断的水脉，3条线竟全部缠绕汇聚在渝州这一处。武安王一系在那看似偏远荒芜的渝州，究竟瞒着天下人在干一件什么样惊天动地的坏事？截断水脉，瞒报灾情，私调军粮银钱，这桩桩件件都是足以抄家的大罪。可渝州是武安王一系经营了多年的铁桶江山，针擦不进，水泼不进。寻常钦差派下去赈灾，要么被当地官员架空糊弄，要么根本就活着回不来。可那20万人等不起。张燕，我请缨亲赴渝州，赈济灾民，彻查此案。你可知道，这一去是9死1生，武安王绝不会让你轻易查出渝州的真相。我知道，可我若不去，谁去？那20万张正眼巴巴等着一口救命粮的嘴，我装不了看不见。宿主主动请缨赴险，担起救灾大责，执念值65%。又降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渝州那20万人，哪里还顾得上去想什么回家不回家？也好，这一趟既能救人于水火，又能顺势挖出武安王藏在渝州的老底，这趟浑水汤定。臣秦浪请命，愿赴渝州赈灾，查清灾情真相。渝州小旱，地方官自会处置。秦司职，你这般大张旗鼓，是在质疑朝廷，还是借机公报私仇？王爷，
20万活生生的人命，在你眼里只是小汉，在臣眼里却是天大的命案。臣已经查明，渝州旱灾根本是人为截流，更有人借灾荒之名秘密克扣、倒卖军粮。此案不查，大前律令何在？臣请陛下赐权彻查。准奏。秦浪，朕命你为赈灾钦差，凡有阻挠、瞒报者，不管他是谁，不管他背后坐着谁，你皆可先斩后奏。臣领旨。大人，都停一停！这地方两山夹道，易守难攻，是设伏的绝佳之地。而且前头太静了，静的反常，怕是有埋伏。我家王爷有令，这批赈灾粮你是休想送到渝州了。断了赈灾粮，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去收买那20万刁民。董立新，带人死守粮车1厘米都不让他们碰。楚书强、韩飞官，立刻放信号。他们以为在这险隘设下天罗地网，就能十拿九稳地截下这批粮款，可他们千算万算，算漏了一件事。不可能，这是京畿的兵，消息怎么会走漏的？秦浪，你早有防备。我自打接下这赈灾的差事就知道，你们绝不会让这批粮款顺顺当当地到渝州。我从来不打没准备的仗。传扬出去。赈灾钦差途中遇袭，朝廷的赈灾粮款险些被人劫走，让天下人都看清楚，是什么人在断送这20万人的活路。粮款保住了，入主互助赈灾粮，以羊毛破局，执念值62%。可这一路的凶险也告诉我，渝州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武安王为了瞒住渝州的那个秘密，连20万人的活路都敢生生断绝，他到底在怕什么？老人家，您慢着点儿。朝廷的赈灾粮到了，从今往后会有活路的。官爷，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有粮了？我的小孙女已经3天没沾过一口正经的粮食了。立刻设粥棚，开仓放粮，按户登记造册，先紧着老弱妇孺，都给我记住了，这1粒粮都是这些人的救命粮，谁敢从中克扣哪怕1颗，我绝不轻饶。奇怪，这些灾民见到救命的粮，固然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可但凡我或我的人一提到查灾，上游为何断水，官府为何瞒报，他们便一个个立刻噤若寒蝉，眼神惊恐的躲闪，再不敢多说半个字。他们在怕什么？又是被什么人死死的威胁、弹压着？什么？大人，我已经暗中查清了，白日里那些在粥棚外盯梢的闲汉，个个身手不弱，都是9门的人。他们明着盯着灾民，不许灾民乱说话，暗里更是盯着咱们的一举一动。大人，还有一桩更蹊跷的事，我核对了渝州历年的水文记录，近3年的记录要么大段缺失，要么被人用拙劣的手法明显的篡改过。这渝州真正记载着水脉如何断绝的水文档案，恐怕早已被人藏匿，甚至焚毁、销赃灭迹了。水文记录被篡改，灾民被弹压，9门重兵盯防。武安王一系把这偌大的渝州经营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铁桶，他们处心积虑截断的绝不仅仅是一条养活20万人的水脉，更是渝州通往外界的所有真相。秦大人，如今好大的官威啊，都当上赈灾钦差了，怎么见了我这故人也不欢迎一下？你怎么会在渝州？因为渝州这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和我玄隐门有着300年都撇不清的干系。秦浪，你查的这劫水蛮灾背后真正藏着的东西，远比你想象的要古老要可怕。有些被尘封了300年的真相，是时候该让你知道了。执念值60%，关键真相即将揭晓。你说，这渝州的水底下究竟压着一个什么样的秘密？
若只凭我一张嘴讲300年前的旧事，你未必该信。秦浪，你自己看，这里就是玄隐门世代不敢示人的真相。所以，所谓魔渊，不是妖魔鬼怪，而是先贤对人心贪欲与利念的称呼。它会把人的私欲放大，逼人为了权钱名，什么都做得出来。300年前，玄天道先贤以天衡尺镇住魔渊，又借三江水脉中和渊底偶尔外泄的离气。玄隐门世代守在这里，不是为了什么邪术，而是为了替这道封印补漏。三江水脉原来不是普通河道，它本身就是镇渊阵的一部分。我明白了，克扣军粮、倒卖银钱，是为了筹钱筑坝、挖暗渠、瞒报灾情，是为了不让朝廷知道渝州水脉被动过。铲除玄隐门，是因为你们守着这张旧图，知道他们动的不是一条河，而是一道封印。所以他们给玄隐门扣上污名，让天下人不敢靠近我们。只要没人信玄隐门，就没人会信这道封印，也没人会信他们节水真正要毁的是什么。300年守护到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这些名字不该永远被划掉。你们守的不是秘密，是这方水土。你信我？信这些被世人当成风化的旧画、残碑和手记？我信证据。私坝、暗渠、军粮亏空，渝州20万灾民都是铁证。至于魔渊下面到底是什么，反倒不是此刻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有人断了活水，害了百姓，还想把所有真相都埋进这座旧祠里。宿主确认真相，守护之志确立，执念值58%。从一桩军粮案查到一座旧祠，一张水脉图，一道300年的封印，这局比我想的更大。可越是看清这些证据，我反倒越坚定，挡了20万人活路的东西，不管披着权势的皮，还是藏在传说的影子里，我秦浪都要把它搬开，把被劫走的水脉夺回来，把被掩盖的真相揭出去，把渝州20万人从死路上拉回来。这件事本身就天经地义。从今往后，这道封印，这份旧案，我与你一同查，一同守。好大的手笔，倾尽克扣来的军粮银钱，就为了筑起这么一道断20万人活路的坝。武安王为了那渊中的离气，真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都做得出来。你看坝后，那些被强行引走的江水，顺着新挖的暗渠，正源源不断地流向魔渊封印的方向。他们在用这劫来的活水反向冲刷，侵蚀那道一道以水脉生生之气镇压离气的封印。封印撑不了太久了。硬攻绝不可取，咱们这点人手不够看。这坝要拆，但得拆得师出有名，证据确凿。要让武安王纵有1000张嘴也抵赖不掉。大人的意思是？第一，取证，把这座非法截流的大坝、坝后的暗渠，还有他们强征、虐使民夫的惨状，都详详细细地记录在案。取证，寻人证画押，留下铁一般的证据。第二，我以钦差之名，以正式行文渝州各级官府，三江水脉事关20万生民，任何人不得私自截流。这把本身就是一桩为治害民的铁证。第三，董立新，你即刻去联络上游那几个同样深受断水之苦的战县。这道坝断的绝不止渝州一地的水，咱们要让所有被他害苦了的百姓都一起站出来。民意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放肆！这是王爷的产业，尔等胆敢擅闯，动这坝上一砖一石，格杀勿论。放肆的是你们！此坝非法截断三江水脉，致渝州20万，上游数州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濒临绝境。我奉旨钦差，依大华律，即刻拆坝放水。阻挠者，便是与这数十万嗷嗷待哺的民心为敌，与朝廷的煌煌律法为敌。王爷饶不了你们，你们等着，撤！拆坝，放水，还渝州一条活路！宿主夺回水脉，解救数十万生民，执念值54%。
秦浪，一次又一次坏本王的事，本王真是小看了他。王爷，如今那秦浪在渝州救灾，民心大涨，又有钦差的身份，朝廷的行文护身，明面上咱们一时动他不得。明的不行就来暗的，他不是要当那万民爱戴的青天吗？那就让他永远留在渝州，传令下去。属下领命。大人不好了，这几日城中突然冒出流言，说这场大旱是大人您坏了地脉招来的天谴，还说您差罢放出来的水是不祥的孽水，喝了会招来瘟疫。散布这等流言，煽动民心，这是想把我从渝州的救星变成带来灾祸的灾星。这是九门惯用的伎俩，我料定他们绝不止散布流言这么简单，只怕还暗中在城里的水井里做了手脚，想制造几起真的瘟疫来坐实谣言。谣言最怕事实。饶姑娘，你精通医理，最善辨毒和解毒，立刻带可靠的人排查全城的水井。韩非官，你即刻把咱们拆掉的那座非法大坝，还有九门如何节水，如何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与功劳都画成图，写成榜文，贴遍渝州的大街小巷。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田里流进了真切的活命水，谣言再凶也敌不过他们亲眼所见。大人，我们信您，那些鬼话我们一个字儿都不信。是您给了我们活命的粮，救命的水，这天大的恩，我们渝州人记一辈子。宿主以事实破除谣言，安定民心，执念值52%。武安王想用谣言把我拉下水，可他忘了，民心从来不是靠骗能得来的。这个回合又是他输了。封印已经被侵蚀的这么严重了，再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这道封印就要彻底崩裂，到时戾气外泄，渝州乃至半个大华都要遭殃。秦浪，我家大人说你太能坏事了，今日本座就让你永远的留在这渝州的地底下。果然在这等着我。武安王是铁了心要掘开这道封印。等封印一开，那戾气之力尽归王爷所有。到那时，这天下谁还能与王爷争锋？尔等这些蝼蚁，就陪着这封印一起灰飞烟灭吧！动手！硬拼我们人少学讨不到好。可这封印，它既然能被这反向引来的死水侵蚀瓦解，那它会不会也能被重新引导的活水反过来加固修复？饶宇夫，你玄隐门守护这道封印，可知道这封印的生门在何处？能不能把活水重新引回正脉，反过来加固封印，镇压戾气？有，玄隐门秘传归水诀，可施法需要有人在水脉的枢纽处引动机关。楚书强，护着饶姑娘，杀去水脉枢纽。董立新随我在此挡住他们，给饶姑娘争取时间。咱们今日不光要活着出去，还要把这道护着千万生灵的封印亲手给他重新补上。宿主于绝境中寻得破局与守护之法，执念值下降至50%。宿主您已行至归途半程。悟成了，此刻只有一件事最要紧，守住他，护住渝州百姓。楚书强，饶姑娘还要多久？这边快顶不住了！快了，大人，饶姑娘正念着那个啥子归水诀呢，您再撑一撑。三江之水本为镇渊而生，如今我以玄隐门300年守脉之诚引你归位，以生生不息的活水补这镇渊之封印，归！不可能！封印怎么会自己补上了？你们到底使了什么妖法？什么妖法？我们只是把你们妄图据为己有、祸乱山河的东西重新关回笼子里。九门头目，你们处心积虑，害了20万人的毒计，彻底落空了。你们输了。枢密院办案，九门围攻钦差，图谋掘毁镇渊封印，祸乱苍生，一个都不许放跑，悉数拿下。
宿主守住封印，执念值48%。吴安王，你想借他祸乱天下的算盘，这一回彻彻底底的落空了。节水门灾，所有的一切都是武安王亲自下的令。那些被克扣的军粮、银钱，也都通过钱通秘密输送到渝州，用作绝霸节流，豢养我们这些人的费用。桩桩件件，我都画押。人证物证口供俱全，武安王纵容豢养江湖死士，克扣10万将士的军粮，截断3江水脉，残害数10万生民，更图谋绝毁镇渊封印，祸乱社稷。这一桩桩一件件，无论哪一条都是足以抄家灭族。有了这些，纵使武安王在朝中权势滔天，这一次他也休想再轻易的糊弄遮掩过去了。我玄隐门世代用性命守护的封印，守护的真相，终于有人知道了，也有人信了。秦浪，谢谢你。要谢该是我谢你，是你守了300年，是你告诉了我真相，是你用那归水诀补上了封印。这渝州的20万人，真正该谢的是你玄隐门。渝州这些铁证都直指武安王，可他在京城经营了10年，根深蒂固。我们这一回京，便是要与他撕破脸皮，一场真正的较量在等着我们。他截断的水脉我夺回来了，他想绝的封印我补上了，他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也查实了，回京之后也该跟他算算总账了。陛下，臣秦浪，渝州查案归来复命，臣要参武安王，豢养9门，克扣军粮，截断3江水脉，祸乱社稷。秦司职，好大的官威，好重的罪名，你拿什么参本王？几张纸，一个江湖肥者的口供，凤状、案账、图档、名册、状纸俱在此处，3000余人联名画押，王爷还要说是我空口构陷吗？陛下，这些统统是秦浪在渝州伪造的伪证，他构陷重臣，其心可诛，请陛下即刻将他拿下。陛下，证据是真是假，一查便知。臣请三司会审，当着满朝文武共同核认。臣若有半字伪造，甘愿领死；若桩桩属实，请陛下讨一个公道。准，此案即刻交三司会查。武安王卸去一切职务，于府中听候查问。宿主撼动权臣根基，执念值47。武安王，你10年苦心经营的基业，眼看就要毁在一个黄口小儿手里了。你到底是什么人？300年前，老夫本是玄天道最有天分的弟子，可那群蠢材容不下老夫的雄心，将老夫残魂镇在封印之侧，让老夫受了300年的煎熬。事到如今，老夫便再给你最后一条路，截断水脉，侵蚀封印。如今没有回头路了，趁着京城会审守卫松懈，聚集9门残部，随老夫重返渝州，破印行事。人证、物证、口供3方都已核验无误，军粮、节流、豢养死士，桩桩件件都已坐实，只待将武安王提堂对质，这桩大案便可定验。大人，出大事了！武安王昨夜根本不在府中，他还带走了一批9门残部，趁夜失踪。京城4门全没有他出城的记录。失踪？不对，他这根本不是在逃命，他是要去做一件在他心里比保住性命更要紧的事。你认为他能去哪儿？渝州魔渊封印。秦浪，我一直觉得不对劲，武安王背后一定还藏着个更懂魔渊的人。武安王贪权，却未必敢独自去做这等祸乱苍生的事。那个人一直在与他交易，也一直在逼他一步步失控。检测到更深层威胁，执念值45%。温掌院，京城这边的会审干系太大，交给你，务必稳住。你放心，这里交给我。饶姑娘，你最熟悉封印，随我即刻动身赶回渝州。此番我们便去会会武安王背后那个真正的主谋。秦浪，
你到底还是来了，可惜你来得太迟了。裴先生马上就要解开封印，得到那改天换地的伟力。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他来历不明，你却还想借他的刀掌天下。封印里的东西根本不会听你的号令。是残魂，300年前被玄天道先贤镇在封印旁的叛徒残魂。密卷里记过，他曾是玄天道天分最高的弟子，却为魔渊之力背叛师门。玄天道的后辈，300年了，又来坏老夫的事。你拼命补上的封印，镇的根本不是妖魔，而是天地间最磅礴的力量。得知便可翻云覆雨，号令苍生，重塑乾坤。翻云覆雨，号令苍生，我看是蛊惑人心，放大贪欲。他只会让人为了一己私利，忘恩负义，草菅人命。你被他蛊惑了300年，到如今只剩一缕不肯散的贪念。蛊惑有了这股力量，老夫便可结束这乱世，让天下再无战乱。结束乱世，靠的是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公道可循，靠的是查清冤案，夺回民田水脉，不是靠这股力气。黄口小儿也配跟老夫谈大义？武安王，动手，给老夫掘开他！他要破开封印，咱们挡住他们，撑到援兵赶来。好，这一次我陪你一起守。对面是300年的残魂，失控的权臣，还有一群亡命死士。可我身后是20万刚刚看见活路的渝州百姓。这道封印，我守定了。少姑娘，再撑一撑，援军就快到了。残魂怨念太重，我的归水诀快压不住了，他在揭示封印根基。玄天道小辈，你的传承太浅了。他的怨念太强，可我退一步，身后的人就全完了。枢密院听令，结阵护住封印核心。大人，俺来了！你先歇口气，这些个杂碎交给俺。董立信，护住封印，别让一缕黑气近身。武安王私逃出京，勾结邪祟，铁证如山，还不束手就擒？原来10年机关算尽，到头来是我把自己献给了他。宿主与援军合力擒获武安王，执念值40%。找到了，先祖手记记载，镇压魔渊靠的不是一人之力，而是3件法器，镇渊3宝。是哪3件？如今又在何处？其一，清心玉，可涤荡戾气，安定心神，是抵御残魂的根本。其二，定脉诀，能稳固水脉地脉，是加固封印的关键。第3件，恒天印，它与你手中的天恒尺同源同根，唯有恒天印能引动另外2宝，催动失传的镇渊大阵。天恒尺、恒天印，原来我这传承信物还缺了另一半。清心玉在祖祠地宫，定脉诀沉于三江古潭。至于恒天印，只说是随玄天道最后一位剑贤而去，下落不明。列祖列宗在上，后辈饶与佛。今日请取清心玉，彻底了结魔渊之患。清心玉认主，心有杂念、贪欲者不可近身。秦浪，你来取。他认你了。300年来，你是第一个让清心玉主动认主的人。
及其镇渊三宝之一清心玉，执念值38%。接下来只剩定脉诀和下落不明的恒天印。为了镇住残魂，护住这一方苍生，我一定把他们找齐。定脉诀沉在潭底300年，水流暗涌，地脉交错。如今封印未稳，潭底水脉更乱，比300年前还难寻。饶姑娘放心，俺水性好，这就下去把宝贝摸上来。不可，潭底乱的是封印之力，不是水性好就能硬闯。凭一身蛮力下去，只会白白冒险。要取这诀，得先理顺水脉。饶姑娘，这回又要靠你。这水脉不对，怨气太重，他在抗拒我。仅凭我的归水诀，驯服不了他。我以玄天道正气理离气，你以归水诀引水脉，你我合力，不信理不顺这一潭乱水。两件了，清心玉敌利器，定脉诀稳地脉，只差最后的恒天印。三宝已得其二，可统御两宝的恒天印仍下落不明。天恒尺与恒天印同源，他的下落或许只有天机阁先贤知晓。看来我得再走一趟天机阁。集齐镇渊三宝之二，定脉诀，执念值35%。晚辈秦浪已集齐镇渊三宝其二，只差能引动三宝的恒天印，下落不明。恳请前辈指点迷津。恒天印与你手中的天恒尺本为一体。300年前，最后一位先贤将它封存于明心殿。唯有真正知行合一者，方能取走恒天印。这一关不再问你是否愿救一人，而是问你真实归途与天下责任并离时，你是否仍敢承担？晚辈最初只为救一位以命相护的好友，后来是为了那些我放不下的人和事。警告：检测到罕见时空归位窗口，当前执念值35%，这是真实返回通道。宿主请注意，这一次不是幻境，不是试炼，这是真实的，立刻可以启用的返回窗口。启用则返回现世，但镇渊大阵将失去最后一环，是否立即返回？宿主，请抉择，窗口正在缓缓关闭，这是唯一一次真实回家机会，错过之后或许再无第二次。我穿越来时，一心只想回家。这一路，回家2个字，始终刻在我骨头里。那道封印若开，千万生灵将堕入浩劫。我若此刻一走，所有人都会被我抛下。这样的回家，不是归途。知行合一，舍己护苍生，
后生，你以行动正了你的道。检测到第2阶段抉择完成，宿主主动放弃真实返回窗口，执念值降至15%。我清楚知道能走，却仍选择留下，认同此事不是忘记现代的家，而是在能逃时仍愿承担。恒天印取到了，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对。取到了，但里面还有一个能让我立刻回家的机会。那，你为何还在这里？我想清楚了，比起回去，你和这里的人们才是我最珍视的东西。傻子，放着泼天的富贵不要。你们可算回来了。这几日黑气一日胜过一日，我们也只能勉强压制。拖不得了，趁残魂未彻底挣脱，即刻重布镇渊大阵。镇渊三宝，你竟真的集齐了三宝，还得了恒天印传承。裴寂，300年光阴，你早已沉沦魔渊戾气，只剩一缕残魂。今日我以玄天道传承，送你归于安宁，还天下长久太平。护住裴先生，毁了这阵，我们才能东山再起。果然还有余孽，温掌院、董立新，挡住他们，大阵绝不能中断。镇渊大阵成型，余党来袭，干扰催阵，执念值15%。他们不是要打赢，是要拖垮大阵，守住阵眼，别让人碰到三宝。想过去，先从俺身上踩过去。大人只管稳阵，这儿有俺们。他不是单靠残魂在撑，他吸收了魔元本源戾气，应阵反会扯出渊底戾气。先稳住封印，再断连接。裴寂要阵，魔渊也要守住。饶羽符，改阵，锁住裴寂与本源戾气之间那条线。归水诀可以绕过渊底，先护阵根，我来稳，你来断。天下不能一夜太平，但今日这根借贪欲作乱的线必须断。你敢断老夫的根，人心贪欲不灭，魔元之气就永不会消失。宿主目标调整，稳封印，断残魂，护百姓，执念值12%。你们守得住一时，守得住一世吗？哈哈哈哈哈哈！所以才要交给律法、朝廷、玄隐门和后世，而不是靠我一个人的努力。黑线还在往地表钻，他想把断开的戾气甩出去。董立新守阵务，韩非官守阵土，楚树强守阵眼，谁都不许乱。残魂与戾气本源连接已断，执念值8%。接下来就是把他甩出去的戾气挡在百姓之外。按秦浪说的办，先救人在风口，不许惊扰百姓。问起来就说地脉震动，官府临时迁闭。都别乱，
老人孩子先走，青壮服人，不许抢车。谁敢趁乱推人夺粮，灾后按律重办。谁肯扶一人护一户，官府记密镇赏。照秦大人说的走，一队一队来，别乱。谁家少了人，到路边集中登记。老人孩子先走，慢一点，你前面能走。娃娃和老人先过，青壮汉子别光顾着自己跑，过来搭把手，搭把手，慢一点，别急。别硬撑，他已经没了赔祭牵引，只是外泄余波，我们可以慢慢收，不必拿命去撞。好，先护人，再收物。今日不是证明我能不能拼命，是看咱们能不能把百姓平平安安带出去。百姓已经全部迎出，外围水口也封住了。秦浪，现在不是你一个人冒死逞强的时候，需要多少人、多少令、多少文书，开口，朝廷都给。那就请温掌院记下今日章程。封印重铸之后，水脉、阵图、玄隐门旧词、赈灾观测全部入朝廷密档。以后谁敢私结水脉，便不是一桩地方水利案，而是危及苍生的大罪。章程、律法，你以为这些纸上的东西挡得住人心贪欲？你今日不过是把祸患推给后人。是，后人也许还会遇到新的贪欲，所以我才不能只留一场胜利给他们。我要留下证据、规矩、守护的人和能被追责的制度，这样他们再面对贪欲时，不至于像你当年一样，只剩一念成魔。玄隐门守了300年，守得太固，往后这道封印不再只靠一个门派背负。他不是普通内伤，玄天道本源被分出一缕，留在阵眼里，往后他的根基会弱很多。可若没有这一缕引子，那道封印就只能靠3宝空转，撑不了长久。大人咋老是这样，啥都往自己身上揽？秦浪，你这个傻子！以前我总觉得守护就是一个人扛到死，可你偏要告诉我，守护也可以变成证据、律法、章程，变成很多人一起接住的事。你把我玄隐门从300年的孤局里拉出来，自己可不能倒在这里。我还活着，封印呢？百姓呢？都稳住了，裴寂残魂散了，外泄戾气也压回去了，城郊百姓无一人出事。你昏了3天3夜，再不醒，江辰都快把临时驻地哭塌了。武安王倒了，裴寂也散了。可你先前说的对，真正要紧的不是打赢这一场，而是让后面的人不必再打同样的仗。陛下已下旨，召你回京。那就好，胜利若只停在今日，终究会散。秦浪，论功行赏，你当得起高官厚禄，也当得起朕亲赐府邸。你想要什么，尽可开口。臣不求高官，不求厚禄，臣只求陛下做3件事：其一，为玄隐门正名；其二，设镇渊长治，水脉阵图封印密档接入朝廷与玄隐门共管；其三，明立法令，凡私结水脉、毁坏镇渊者，按危急社稷之罪重办。300年来，玄隐门被污名守封印，几乎满门凋零。若朝廷只赏臣一人，却不还他们清白，这场胜利便不完整。若今日只说魔冤已平，却不留下可查可守可追责的制度，将来迟早还会有人重蹈覆辙。朕即刻昭告天下，为玄隐门正名，另设镇渊司，
由枢密院、玄尹门两方公管。此后，守护不再是某一门某一人的孤勇，而是大化的国法。300年了，终于有人把我们写进了堂堂正正的诏书里。秦浪，我玄尹门那些先人，终于不用再做无人知晓的孤魂了。这本就是你们应得的，是你们守了300年，这天下欠你们一个公道，现在只是把迟到的公道还回去。检测到宿主完成第3阶段前置条件执念值1%。提示：归途最后一步将不再考验你能否赢，而是考验你是否能坚持初心。300年守一处封印，我以前只觉得累，可现在看着这些人活下来，忽然觉得先人们当年或许也看见过这样的景象，才甘愿一直守下去。守护不是为了传说，是为了寻常日子能让百姓好好活着就够了。300年来，玄尹门的人从没敢让孩子离封印这样近过，往后都能了。裴寂残魂已灭，武安王伏法，魔渊外泄危机告一段落。镇渊守护制度流逝执念值1%。宿主，你已无限接近归途。我曾以为回家是离开这里，后来才明白，真正的归途是弄清楚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守过这些人，我放不下。等最后一步来临时，我总要给自己，也给他们一个答案。以前连路过的樵夫都要绕着走，现在终于能开门见天了。陛下已下令，镇渊司第一批官员不从权贵子弟里挑，只从懂水路、医理、按卜的人里选。韩非官负责密档，董立新负责巡查。江晨说要把账册编号全重新整一遍，让他们各自守其位置，比让我一个人守在这里强。这就是魔渊本源里残存的戾气。裴寂散了，武安王也倒了，可他还在，不是因为我们没赢，而是因为人心贪欲，不可能被一次胜利彻底拔除。我明白，所谓尘埃落定，不是世上再无贪官，而是从今天起，发现他的人不必孤立无援，守他的人也不必背着污名。你看他，不躲也不扑，像是在等。等什么？贪念，等着天下再生贪念。人心一松，他便会重新养肥自己。扳倒权臣，平反冤案，都不算最难，难的是贪心再度生根。这笔账，今日还算不清。渝州封印才刚刚稳住，兰草却无故枯萎。这不是新的敌人醒来，而是先前被压回渊底的本源戾气，终于现出真正形态。你也察觉了？不是更强，是更清晰。它终于露出真正的形状了。果然，不止你一个人感应到，我连夜翻了玄尹门最深的几卷残卷，封印深处那一缕古老戾气，有个名字，叫什么？渊心。它不是残魂，它是魔渊本源最深处那一颗心。先贤封压了300年，也只能压住它，不能把它彻底散去。连先贤也散不了。它与人心固有的贪欲同根同源，人心一日有贪，渊心便一日不灭。朝堂初定，天下叛治，可越是这般时候，越多人心起贪念。渊心不是突然醒的，是被这天下还没断尽的贪意一点点喂出来的。所以它只会越来越强，我们镇得住一时，镇不住一世。先祖的残卷里可有别的法子？有一条路。你说？以玄天道传承本源为引，从内部化散渊心，不是消灭人心贪欲，
而是化散这颗已经成型的冤心，让他再不能借封印祸乱苍生。代价呢？引动之人，一身传承与修为都会尽数散去。会要命吗？不会，但你会变回一个寻常人。天衡尺、玄天道传承、三宝之力都得尽数留下。那不就好了？又不要命。你这傻子，怎么就这样轻巧地答应了？这一身本事本就是为守护而得，能换得千万生灵长安，值。检测到冤心活动加剧，最终心证已进入最后阶段，宿主最终之路已现。这条路，我准备好了。秦浪，有些事我该让你知道了。你说。300年前，玄隐门初代家主曾与玄天道最后一位仙贤立下一约。什么约定？玄隐门世代守冤，直到冤心彻底化散，方可圆约；而玄天道则留下一道传承，等待最终化冤之人。所以，你就是那个人。你知道是我多久了？从你在天机阁得到玄天道传承的那一刻起，这枚断玉整整烫了1天1夜。先祖留下的残念只告诉我一句话：那个人来了。所以，你这一路助我，一开始是为了300年的约定，后来便不只是为了约定。你早就知道，我有一天会散尽传承。我知道，所以这一路我才那般舍不得。检测到300年宿约与跨界归隐之气，最终心证已进入最后阶段。陛下，臣有一事要做。你说。魔渊封印深处，冤心已醒，唯有以传承本源为引，方能化散冤心。代价呢？臣的传承与修为尽数散去。朕不准。冤心若不化，300年后浩劫更甚。你便没有半分犹豫？有。可犹豫之后，臣还是这般想。臣今日来，是向陛下立一桩遗约。你说。玄隐立辞护佑，清明祭封印，余州免赋3年。朕应你，每一条，朕都应你。还有第4条，臣身边的兄弟，托付给陛下。江辰替臣引毒，董立新、陈渊招百，楚树强、韩非官皆斥臣，望陛下善待。朕以天子之名应你。秦浪，那我呢？温掌院，朝堂还需你撑起亲名。宿主完成身后托付，最终心证继续。剩下的路可以放心走了。你这一次进去是要交还传承吗？不只是辞行，传承散去前，我要问清2件事：封印以后如何守？若我回现世，又如何再寻回这里？我在外头等你。后生，你来了。晚辈秦浪，今日前来交割传承后事。起来吧，我们等的便是这一日。前辈，你们都知道，300年前立约时，我们便知道会有人将这一身传承散于冤心，圆满那桩因果。所以，我要做的不只是归还传承，是结束，也是交代。晚辈有一事不解：传承散去后，冤心若化，后人又凭什么继续守？传承从来不是终点，护下生灵再化作制度，誓约与人心之界，才是他真正的归处。晚辈明白了。
临行前，我们有一物赠你，这是归路印。他日你散尽传承，若想再回此世，循着它便能再回来。晚辈，谢过前辈。去吧，后生，化散冤心之时，你便是最后一位玄天道传承。晚辈定不负所托。大人，带上路上吃。多谢老人家。大人，小的想跟您一道去。江辰，你那杯酒已经替我喝过了，这次我自己来。这是小的连夜抄的渝州一带的水脉图和旧账要目。大人若在那边一时想不起哪桩旧事，翻一翻，兴许用得上。好，我收着。大人，俺给您当护卫。陛下需要你护他周全。秦浪，你这一去可……温掌院，保重，你的肩上还有大花。我曾以为我只是这世界一个借住的过客，迟早要走，可这一刻才明白，能被这么多人这样郑重的送一程。宿主踏上最终之路，我这一遭没有白来，这片土地让我活成了我自己。他醒了，比上次更清晰了。他已经把你身上的传承本源当成了最后一顿饱餐。那就让他连这一口也吃不下去。感受到你身上的传承本源，他已被引动，那便不再等，今日就是了结的日子。进去之后，他会用你最深的执念来动摇你，你心里只要有一丝松动，他便能钻进来。我这一路最深的执念是回家，可这执念我早就放下了。他若拿这个来攻我，那他可就攻错地方。我在这里护着你的神识，无论里头发生什么，记得回来的路。秦浪，你身上的传承本源何等磅礴，何苦散去？你便是冤心。我是这天地之间每一个人心底深处最隐秘的那一念。贪一文钱的商贩，贪一座城的权镇，贪一条命的懦夫。所以300年来，你从未被真正消灭吗？因为只要人心中的贪念还在，我就不会被杀死。你说的对，只要人心中的贪怨杀不绝。可我今日来，不是要杀绝贪念，我是要散了。往后人心若再起贪，自有那时的律法，那时的人去管。你这300年的祸根，在这里必须了断。你看，你心底也有过我的影子。是，我有过，可我也都放下了。那便看一看你这舍得能撑到何时。最终一战已经开始，最终新政进行中，宿主请坚定。来吧，我倒要看看是你的诱惑深，还是我这一路走过来的路印。秦浪，化散一旦开始，便不能停。我知道，一旦起手便是不死不休。可我若今日退了，这道封印迟早还要绝地，到时候遭殃的是渝州数10万的百姓。与其把这场祸留给后人，不如由我今日了结。你只需护住我神识，别让冤心反噬。秦浪，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这一身修为散了，你便再回不到从前。天衡尺、玄天3宝之力，往后与你再无半分干系。你真的舍得？我若舍不得这些身外之物，就不会站在这里。好。你疯了！这般倾尽本源，你将永远再无修为。我知道，可这一身本事，本就为护民而得。今日护到尽头，是他最好的归处。秦浪，撑住！神识若被反噬，你便永远困在这渊底了。我一定把你完整的带回去。你疯了！
为了散我不惜一切。秦浪，你回家的执念可借我之力强行催发，你只需一念，便可立刻回去。我若借你之力，回去的，那回去的便不是我。愚不可及，送上门的力量都不要，你究竟图什么？我图的是回去的那个人还认得镜子里的自己。靠你的力量回去，我或许能拿到那1万家财，可我会丢了比家财贵重1万倍的东西，是被你蛊惑的行尸走肉。是穿越那一天，袁心把我拉回了起点。秦浪，看见了吗？这才是最初的你，没有那些把你奉作主心骨的人。那个华玉，那个青天大老爷，那个救世的秦大人，都只是力量与身份堆出来的一场梦。袁心，你拿现实来吓唬我。我穿越来时，确实是一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可这一路走过来，我才知道，人是不是有用，从来不看他手里有没有天恒尺。真正的我，是哪怕带着枷锁，也会为一个老兵开口；是哪怕一无所有，也会为兄弟闯天机阁。没了官位，没了传承，没了天恒尺，仍愿意去护该护之人。那个我，你蛊惑不了。终局新政已完成，归零条件已确认，待传承散尽，宿主已确认。即使失去传承与身份，初心仍不改。秦浪，没事，他最后一招被我破了。你怎能这般坚定？云心，你说人心皆有贪欲，可你不知，人心更有一物，胜过贪欲1000百倍。是什么？守护。是我护着这一方水土，护着身边人的那份心，这份守护，你蛊惑不动。你以为散了我，这天下便没有贪欲了？100年之后，依然有人心生贪念。会有，可那时，自有那时的我挺身而出。今日我守今日的天下，他日自有他日的人守他日的天下，薪火相传，从无一劳永逸。冤心已散，执念直零，归零了。这是他最后的归处。从今往后，天恒尺便永远留在这里，化作一道光照，世代护佑这一方百姓与粮仓。往后，渝州不会再有大旱，粮仓不会再有蛀虫。贪念若起，这道光照便会警示当地的守心之人。所以这不是结束，是他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本就该如此。检测到玄天道传承，化作守护之印，永驻此地。执念值归零，归途已敞开，宿主可随时返回现世。饶义父，归途敞开了，可我还想再等几日。等什么？等我再好好看一看这片我守过的天地。等我再陪你走一走渝州的山山水水。
还记得当年咱们在这儿取定脉诀？记得，那时候我以为你撑不住。那时候我也以为我撑不住。秦大人，老人家，是您，真的是您！自打您拆了那座坝，咱这渝州再没饿过一个人。老人家，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这一方百姓自己拼出来的。是江辰大人从京城寄来的。陛下已封小的为大理寺司职，托大人负责。董捕头任清远郡通显，楚兄弟入了禁军，韩姑娘做了枢密院主簿，我等皆好。望大人保重身体。我要走了。你的玉佩我带着，归路印我也带着。等我安顿好那边的事，我便循着他们回来。我等你，我就在这封印旁等你。归途已开，宿主可随时启程。回来了，可这里为何是穿越前那一天？归来确认，宿主已成功返回现实，跨界返回奖励发放中，华域亲属遗产已转入宿主名下，执念值0，系统任务完谢，即将卸载。我就在这封印旁等你，一日不见你回来，我便守一日。原来如此，时间被拨回了起点，可那一段经历是真的。秦先生，海外那位远房叔叔留下的遗产，折合人民币约9.8亿，已尽数转入您名下。好，我知道了。华域的那段时间，在这现世或许只是一夜，可在我心里，那是我活得最像自己的一整段人生。9.8亿，穿越前我做梦都想得到的数字，可如今握在手里，我心里头想的竟全是渝州的山、渝州的水，还有在那封印旁等着我那个人。叔叔，这就是我们的新学校吗？从今往后，你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这里读书，学费、书本费，叔叔都包了。齐先生，这一座学校您捐了1000多万，还设立了奖学金、教师补贴，我们山里人这辈子都记着您的恩。村长，您别这样，这点钱我只是用对了地方而已。秦总，这是上个月基金会的善款使用明细，贫困学子助学，弱势群体救助，偏远地区医疗援助。钱要花到刀刃上，尤其是那些孩子，他们的未来不能因为今天没钱就被毒死。明白。秦董您来了，忙你们的。您当真不打算赚那一单？至少能让公司多3000万的利润。那一单做了，咱们工厂里至少要裁掉200号工人。不做，秦董，师傅，钱够花就行。人活一辈子，要看你做了什么，而不是攒多少。回来这半年，学校盖了，基金会建了，工厂在做，我才明白，守护这件事从来不分世界。在华域，我护一方百姓的活路，在此处，我也能护得着许多人。段誉在想，归路印。小李，我要出趟远门。出趟远门，秦总多久？不知道，也许很久。那基金会和工厂？基金会按既定章程运作，我会远程批阅。工厂交给老周，他比我懂技术，也比我懂工人。
基金会的孩子会一茬一茬的长大，工厂的工人也会一直有饭吃。我守过的东西，无论在哪个世界，都要让它继续下去。新安基金会从来不属于我一个人，它属于每一个愿意伸手帮助他人的人。饶宇夫，我回来了。你真的回来了？我说过我会回来，等了你整整3年，那边才半年。好在你终究回来了。贵好，秦大人，这是秦大人回来了。大人，你终于回来了。您是不是又要走？不走了，这一次不走了。心安所归，心之所安，即是故乡。曾经的我以为家就是一笔遗产，一个住址，兜兜转转跨越2个世界，我才明白，所谓家不在哪里，而在我心安住的那个地方。在那里有我守过的人，有我牵挂的人，有我活成的我自己。